大家想象洗发精的细鳞其实已经不是那种工业用实力控那种细鳞了，是水解性的细鳞，就算是化妆品也非常常见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远，这是一个美发频道。如果还没订阅的话，可以订阅一下；如果还没追踪我 IG 的话，赶快追踪我的 IG 哦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下洗发精细鳞的问题。上一次收到一个讯息，有人问我，如果有含有细鳞的洗发精，到底可不可以用呢？因为他的预算的关系，他觉得便宜的洗发精好像都会有细鳞。在这里，我要跟大家讲，细鳞真的是被污名化了。我觉得含有细鳞的洗发精跟便宜和贵并没有关系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就算是专业沙龙的洗发精，也会含有细鳞啊。一般洗发精会用的细鳞都是水解性的细鳞，基本上在洗完头发冲掉水之后，它就会溶解掉。基本上细鳞最主要就是为了让头发比较有柔顺的效果。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说洗了细鳞会落发，洗了细鳞就是会让头发可能以后染头发、烫头发变得不好呢？我觉得会造成染头发跟烫头发效果不好，很有可能只是因为你的头发比较粗硬，但也有可能是你的头发完全没有烫染过，或者是你的头发天生毛鳞片是比较紧闭的，这个都是天生的，甚至也有可能你的头发非常的健康，的确那都是会影响效果。我认为跟细鳞的洗发精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关系。或许你觉得双效合一的那种199 200多块的洗发精含有细鳞，但是根据我了解，沙龙里面洗发精1000块的也会含有细鳞啊。我知道有很多洗发精会标榜不含细鳞，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先知道我们的用途是什么。你要知道细鳞的存在是为了让头发变得比较柔顺，比较不会纠结，相对洗出来的滋润感就会比较重一点。如果你是刚好油性头皮或者是敏感性的头皮，的确洗了你就会觉得负担比较重。那一些标榜不含细鳞的洗发精，相对它们完全没有对头发有护发的效果。其实所有的护发素跟一些比较柔顺的洗发精，一定都是含有细鳞的。大家想象洗发精的细鳞其实已经不是那种工业用实力控那种细鳞了，是水解性的细鳞，就算是化妆品也非常常见，因为细鳞也会让皮肤变得比较，你知道柔顺一点点。就算有很多粉底啊，还是一些眼影，也都会有这样的成分。所以大家不要再害怕用细鳞的洗发精，我觉得那个真的有点太污名化了啦。因为我真的接触过很多品牌，敢说里面没有细鳞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，除非他们的洗发精真的是为了头皮设计，他们不想要有细鳞，但是真的洗起来头发也会相对比较干一点点。至于洗完细鳞的洗发精，你的头皮会痒，还是说你的头皮比较不舒服，很有可能是里面的防腐剂、香精或者它使用的活性界面剂让你造成了过敏。因为洗发精不会只有一个成分，很有可能那些成分的1%引发了你的过敏源。而且我有上网查资料，细鳞能造成脂漏性皮肤炎或者造成头皮敏感的几率真的是非常低，临床上几乎是没有。如果你的头皮是比较油腻的人，当然我不会建议你使用高度细鳞的洗发精。所谓高度细鳞的洗发精，就是你洗完头发会变得超有光泽跟柔顺，那相对一定是质地比较重，那可能对你的头皮负担就会比较大。OK， 我在这里只是想跟大家讲，细鳞并不是一个有害的产品，即便你的预算只有199，你还是可以去买来试看看。因为就我所知，1900洗发精也会含有细鳞，而且它的英文也不是实力控，是 D 什么什么的。我再把这个单字放在这里，如果你看到洗发精的话，里面应该也都会有这个成分的，除非它标榜的是毫无细鳞。另外，也很多人会问说，那细鳞到底会不会造成烫染的影响？基本上就是我上述讲的那样。至于它要造成头发完全的封闭，我觉得你如果是定期洗发的话，基本上那都是水溶解得掉的啦。那造成落发的原因有很多，绝对也不是因为细鳞的关系。很多人也会觉得我洗了细鳞洗发精之后就会一直掉头发，那个就像我讲的那样，有可能你的过敏源不是细鳞，是其他的东西。那双效合一的洗发精到底还能不能用呢？我自己是觉得，如果洗完对你的头皮的负担感觉没有太大，你又觉得效果蛮好，当然是可以继续用的。但是我只能说，贵的洗发精一定会添加更多什么玻尿酸啊、神经酰胺啊、水分、油脂去取代那个细鳞，让头发的保养度变得更高。有可能只是用量的不同，但是我相信细鳞一定都是存在的。这支影片只是要告诉你，不要害怕拥有细鳞的洗发精，因为市售40%以上，甚至专业洗发精可能有50%以上吧，都是含有细鳞的。讲一句难听一点，身为发型师的我都没有害怕，你在怕什么呢？
我相信有更多的发型师自己也会洗含有细磷的洗发精吧。OK， 不要再害怕了，选择适合自己的洗发精比较重要。只要你洗了觉得效果好、舒服，并没有造成异样，那你就不用在乎别人形容它是怎么样。重点是它是适合你的，有可能只是它的毒药，但它会是你的蜜糖。OK，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有其他问题想问我的话，可以在留言处告诉我，我都会看到。我是你的发型师志远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